CO2 回收再利用。看戏剧时，营造气氛的干冰是剧场中常用的效果，但想象不到的是，这不断冒出的美丽干冰，有可能是从某一家工厂中的气体被提炼再制成为干冰。这么神奇，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全世界的气候受温室效应影响，逐年变迁。人类开始记录温度的1个多世纪以来，2019年的7月成为史上最热的一个月。20世纪开始至今，全球人口爆炸性的成长，每个人呼吸一口，就会一点一滴在地球上形成更多的二氧化碳。大型企业该如何转型绿色企业，在生产、经济与生态间取得平衡，是全人类都应该思考且刻不容缓的社会责任。国际社会也共同努力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为目标，其中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EPA 提出了提升能源效率、节约能源、替代燃料、碳封存再利用这减碳的4大方向，以提升建筑保温度。多使用大众交通工具，减少个人能源使用习惯，如随手关灯、关电器，避免长距离开车，多使用再生能源或使用低碳燃料。产生的二氧化碳透过收集、储存、再开发利用之新产品。台塑企业麦寮生态园区，在这座生产塑化剂、油漆及接着剂为基础原料的液芯醇工厂中，原本在2007年每年会排放 3.33 万吨的 CO2 到大气中。经过10年循环经济技术的努力，从2017年开始，已经达到零排放的最高标准。工厂内可以将 0.26 万吨的 CO2 再利用，再把 0.88 万吨的 CO2 转给正丁醇厂， 2.19 万吨 CO2 转给制造商中塑油品。如此，制造商只要再将液态的 CO2 经过重组反应、CO2 脱除单元、冷却储水单元、压缩机加压输出等步骤完成后，就可以转化成气态的 CO2， 并运用于灭火器、食品冷冻、干冰清洗、焊接，甚至是干冰舞台效果，用途可是相当多元呢。导入循环经济的方式生产，落实资源使用最大化、废气最小化的方式，将自己的废弃物变成别人的原料，落实在这座工厂内，每年减少的 CO2 相当于427万棵树木，大概等于16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。在这种跨公司、跨厂的资源整合、减少排放策略推动下，至2019年底，麦寮厂区节能案有7079件，投资金额为199.3亿元，每年降低 CO2 排放量1089.3万吨，约29364座大安森林公园年吸碳量，成为台湾工业兼顾生态与生产的一大创举。好好保护地球有限的资源，从企业到每一个人都能从日常做起，尽量选用当地产品，减少运送的二氧化碳，使用节能标章之家电等方式，自备购物袋，主动关心公共事务。每个人一天只要悄悄减碳1公斤，就是爱护地球、保护大自然生态的最好方式哦。